前世我和慕容雪斗得你死我活，他一簪扎死我的灵猫，我红烧他的玉兔，最后他嚣张跋扈被满门抄斩，我谋害弟子被废位赐死。死后苍玄却立刻册封苏媚瑶为后，立他儿子为地储。我们才惊觉，原来自己都是苍玄用来保护苏媚瑶的棋子，为他当了多年挡箭牌。再睁眼，我回到慕容雪强抢我灵猫的那天，慕容雪突然惊恐万分地松了手，这猫怎么还活着？我便知他也一定重生回来了。既然如此，害我们惨死的人谁都别想好过。慕容仙妃，幼猫何辜？您不怜爱弱小便罢了，可这是叶青离天后养的猫，您再受圣宠也不过是个妃妾，难不成还想不敬国母？苏媚瑶话音刚落，猫也跳回我的怀里，一向柔弱的苏媚瑶竟敢挺身而出，为了我的猫和圣眷正浓的慕容雪叫板。这场景跟前世一模一样。那时苏媚瑶表面上为我出头，实际句句往慕容雪心窝子戳，激起她的怒火，激化我俩的矛盾。慕容雪性子火辣，行事乖张，气不过就抢了我的猫。本来事情上还可控，慕容雪宫里一个新来的宫女却突然冲上前，一簪子扎进幼猫的喉咙里，幼猫血溅当场，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。我当晚就发起高热，昏迷不醒。慕容雪宫女行事等同主子，若没主子指使，奴才怎敢如此大胆？于是慕容雪受罚，宫女杖毙，反而是为我出头的苏媚瑶得了奖赏。爱猫死后，我伤心欲绝，加上身子不好，苍玄便让苏媚瑶暂代我处理6界仙宫之事。我和慕容雪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差。后来慕容雪父亲慕容振被举报通敌，意图谋反，将军府满门斩立决，慕容雪惨死在冷宫。我与慕容雪自幼相识，一时听闻她的死讯，心里说不出的闷堵，正想向苍玄给她求个恩典，让她能体面下葬时，我家中突生变故，父亲下狱，叶氏家族被抄，紧接着大皇子中毒呕吐，查出是我这个嫡母故意谋害，苍玄废后赐死了我。死后，我和慕容雪才知，我们都是苍玄用来保护苏媚瑶的棋子，为他当了多年挡箭牌。眼看苏媚瑶成了继后，孩子成了储君，我和慕容雪的亲人却全都死在苍玄的猜忌之下。我与慕容雪怒不可遏，死不瞑目，没想到我们竟然重生了，忠臣备受污名而死，便是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，愿意再给我们机会重活一世。既然如此，害死我们的人谁都别想好过。他第一声，我回过神来，就看见慕容雪狠狠扇了苏媚瑶一巴掌。苏媚瑶不可置信地捂着脸，慕容雪收回手，眼神不屑地斜睨着他。本宫便是妃妾，位分也在你之上，再胆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，本宫要你好看。说完，很是敷衍地朝我一行礼，臣妾身子不适，就先告退了。他起身时，我们四目相对，从彼此的眼神里都看见了滔天的恨意以及压抑的愤怒。而苏媚瑶看向我，像是想求我为她做主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苦笑道：“你知道的，他连本宫都敢忤逆，本宫虽为仙宫之主，又能奈他如何？”苏媚瑶脸色难看，眼神里甚至流露出些许蔑视。慕容雪前脚刚走，后脚苍玄就到了。苍玄怒气冲冲踏进坤宁宫，见宫里无事发生，尴尬地停住脚步。苏媚瑶手里的帕子几乎被他搅成一团。今日挑拨离间的计谋没能成功，自己反而挨了慕容雪一巴掌，在下人面前颜面尽失，他怎能不气？苍玄的到来，说明他定也知道苏媚瑶的计划，故意来替他撑腰的。没想到戏没唱成。帝尊，慕容仙妃听闻您来了，特地在外头等着，说是备下了新奇的仙酿，邀您去尝尝。苍玄顺着台阶下，转身离开坤宁宫，苏媚瑶跟着他离开。苍玄步子大，却愿意走得慢些，再慢些，等着身后的苏媚瑶跟上自己，如此体贴。只怪前世我和慕容雪一心与彼此怄气，没把目光落在旁人身上，忽视了这样显眼的细节。当晚，前世冲出来扎死我猫的宫女失足坠井而亡，每月15，帝后都得同她而眠。消息传到坤宁宫时，苍玄放下手里的书，看向我叹道：“慕容雪娇蛮，还得请后多担待。”白日里我和慕容雪起冲突，他去慕容雪宫里坐，却吩咐大总管给我送赏赐安抚我，两边都讨好，谁也不得罪，却忽略了苏媚瑶。今日也受了不小委屈。没多久，苏媚瑶宫里的人就来请苍玄。帝尊，大皇子突然发热高烧，娘娘爱子心切，如今正六神无主，还望您能去瞧瞧。这样拙劣的争宠手段，前世我竟然还好几回都大度的劝他去看孩子。苍玄没说话，又等着我这个贤妻先开口。一盏茶的功夫过去，见我无动于衷，苍玄怒了：“叶青离，你是中宫，更是大皇子的嫡母，他生病了，你怎能半点不关心？就因为今日是15，你就非要朕留下来陪你？你何时变得这样心胸狭窄？”我悠哉悠哉翻过一页书，每次看见大皇子，臣妾都会想起自己未出生便惨死的孩儿，恕臣妾无能，实在无法忘记丧子之痛。苍玄瞬间变了脸色，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那时苍玄还是王爷，我和苏媚瑶同时有了身孕，眼看着小腹一日日隆起，我满心都是欣喜，天天盼着孩子出世，没想到苍玄会亲手灌我，喝下堕胎药。他说父皇如今忌惮我，若此时有了嫡长子，只怕明日就对我们动手了。那一夜好像格外的冷，冷得我身体里的血好像流不尽，冷得我的心好像已经停止跳动。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孩，也是从那时起，我的身体落下了病根。若非上辈子死后亲眼看着他抱住苏媚瑶，欣喜若狂，我都从未怀疑过，原来他杀死我的孩子，都是为了给他和苏媚瑶的孩子铺路。他们的孩子本就是长子，又成了嫡子，立嫡立长，皆名正言顺。苍玄怒而拂袖离去后，慕容雪悄然来访，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谁还记得从前叶府大小姐人前稳重，人后像泼猴去爬树掏鸟窝？当年我和慕容雪是手帕之交，感情深厚，慕容雪对苍玄的喜爱满京城皆知，最后他却娶了我为正妻。慕容雪为此与我翻脸，背地里他却答应慕容家，只要助他登基，日后他一定给慕容雪尊荣。当年苍玄与我大婚，慕容雪伤心欲绝，酗酒度日，其父慕容振爱女，只能答应了他。我嫁给苍玄后被暗杀过，也中过箭，入过大牢，甚至没了最爱的孩子。
替苏媚瑶挡下一切，好不容易入主中宫，苍玄册封慕容雪为仙妃，又将我俩推到众人眼前，让苏媚瑶和孩子在暗中平安。最后联合苏媚瑶的父亲铲除慕容家和我叶家，扶持自己的心腹上位。我们斗来斗去，都是为他人做嫁衣。越想越气，我开口时难免带了几分情绪，把你宫里那破香炉给扔了。慕容雪瞬间便明白了，脸色难看不已。我说，当年我小产，身子留下病根，已再难有孕，但你入宫时间尚短，及时调理，加上苍玄大半月都歇在你宫里，孩子总会有的。慕容雪点点头，又冷哼一声，不用你教我做事，我来是告诉你，那宫女是苏媚瑶的人，我从来没有打算害死你的猫，不过你倒是狠心，二话不说抓了我的玉兔，红烧吃了，我揭穿他，你本来就是打算养肥了吃的。慕容雪脸色不太自然，但我们都心照不宣地默认彼此和好了，且要一起对付苏媚瑶和她的母家苏氏家族，甚至还有苍玄。我们各自修了家书，送出仙宫。慕容雪有些担忧道，那狗男人这么爱她，为了保护她费尽心思，我们真的能行吗？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，苏媚瑶明明是苍玄最爱的人，却只能屈居人下，孩子只能是庶出，她自有不甘，她有私心，更有野心，忍不了多久的。发现慕容雪有了身孕后，我们故意趁苍玄和苏媚瑶带着大皇子在御花园玩耍时去了那里。苏媚瑶面色难看，却不得不让出位置，让我和慕容雪坐在苍玄身侧。正是此时，大皇子突然冲了出来，撞向我和慕容雪，你们又来和母妃抢父皇的宠爱，都怪你们，才害得母妃天天伤心流泪，你们都是坏人。所有人都被这变故吓得愣在了原地。慕容雪捂着小腹，重重摔在了地上，直到慕容雪皱眉不停地痛呼，苍玄才如梦初醒。我边被侍女扶起来，边吩咐人赶紧去请医官。殿内，医官跪下恭贺苍玄，恭喜帝尊，慕容仙妃已有了2月身孕，不过方才动了胎气，得好生养着才是。苍玄和苏媚瑶同时变了脸色，见慕容雪满眼喜色，苍玄扯起嘴角，那真是喜事。我先是附和着说了2句好话，随后看一眼苏媚瑶，帝尊，是慕容雪有福气，若是换了旁人，遭小孩这样一撞，怕是……慕容雪火气瞬间上来，苏媚瑶连忙开口道，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皇子还是个孩子，他不是有心的。慕容雪大怒，你听听他说的话，若没有人教，他自己会说。所有人的目光落在苍玄身上，他沉默着。我调和道，臣妾是嫡母，有教导皇子之责，不如就把大皇子送到坤宁宫，让臣妾先照顾几日。苏媚瑶怨恨地挽了我一眼，帝尊，大皇子从小跟在臣妾身侧长大，若是去天后宫里，只怕难以适应，日夜哭闹，扰了娘娘清静。臣妾向来不争不抢，只求孩子能陪伴左右。苍玄抿了抿唇，好似想到什么，最终下令苏媚瑶和大皇子禁足2月，罚俸半年。大皇子院里所有的洒扫宫女都换了一批，明令服侍的人不准在主子身边嚼舌根。苍玄拿出那套安慰我和慕容雪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不过小擦伤，非喂的胎也无碍，此事就这样做罢吧。我和慕容雪没再说什么，苏媚瑶却憋了一肚子气离开。大皇子身边服侍的人都是他精挑细选的，怎么可能有人在他面前嚼舌根，让他不顾规矩冲撞妃嫔呢？他知道当中有鬼，但也只能忍着。慕容雪明面上是苍玄宠爱的仙妃，他再多说2句，对方闹起来就不是禁足和罚俸这样简单了。苏媚瑶脸色带着怒意，俯身道，臣妾与大皇子告退。慕容雪问过我，单是这样真的能让苏媚瑶记恨苍玄？明明自己才该是对方最心爱的人，却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，自然是记恨的。尤其是苏媚瑶本身还是个爱炫耀的性子，只不过是在苍玄面前装的人淡如菊的模样罢了。果然，他一口气憋了2月，终是忍不住了。他们解除禁足令时，正逢大皇子生辰，各方仙使都到了，代表各自之主送上贺礼。苏媚瑶和苍玄大闹一场后，苍玄松口答应让他在大皇子生辰宴时坐在自己身侧，以示安抚。苍玄告诉我，苏媚瑶是大皇子生母，今日是大皇子寿宴，你且让他一回，朕知这样服了你的面子，使臣见了也不好，你便先回宫里，晚点朕去瞧你。慕容雪跟着附和，娘娘贤德，想来是不会介意的。苏媚瑶坐在上首，位置甚至比慕容雪还高，她满满傲地看着我，眉眼间皆是得意，想来是还在记恨我说要接大皇子到坤宁宫一事。身为中宫，却连皇子的生辰宴都不能出席，属于我的位置甚至被一个妃妾坐了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羞辱。我人虽不在宣和殿，慕容雪却差人时时向我转告殿中的情况，各国使节对大皇子的重视令苍玄大悦，神采飞扬。几杯仙酿过后，苍玄竟让大皇子在使臣面前赋诗一首，想趁此替大皇子立威名。他爱苏媚瑶，如今膝下也只有大皇子一个孩子，对他寄予厚望。苏媚瑶更是经常在他面前夸赞孩子，常说太傅夸其功课有进步，越来越有帝尊的风范。今夜大皇子又是主角，让他露露锋芒也是合适的。大皇子站在殿中央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边走边凶有成竹的念叨，我在树上看，你在树下爬，不要摸，不要拿，蛋蛋是我的命根子，谁要掏蛋蛋，先过我这关。他话音一落，全场寂静，无声一瞬间后哄堂大笑。苍玄瞬间醒了酒，脸色都青了。夜宴散后，苏媚瑶替大皇子说情时，被苍玄扇了一巴掌，我看在眼里，心里都是一颤。慕容雪捂着胸口，你是没看见苍玄那神色，跟要吃人似的，能不吗？丢这么大的人，他自然是震怒的。大皇子即便不懂赋诗，只念童谣，也不碍事，偏偏念的还是些大俗之词。苍玄罚大皇子连夜抄书，抄不完不准入睡。听闻苏媚瑶和苍玄大闹一场，慕容雪有了身孕，剩下的便交给我。我赶到苏媚瑶宫中，求见苍玄。宫里是大皇子的哭闹声，他恨苍玄罚他，一直在喊父皇，要有小弟弟就不爱他了。苏媚瑶也在哭，嘴里反复念着，孩子还小，他不懂事。我不悦道，大皇子是第4，不比寻常人家，本宫记得陈王比大皇子还小2岁时，写
写出的文章惊艳了满城。提起满腹经纶的陈王，苍玄眼眸阴沉了下来。天后说的对，朕的皇儿乃是人中龙凤，再让你教下去，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子。苍玄将教导大皇子的责任交给我，让我接他到坤宁宫教养。苏媚瑶哭得撕心裂肺，都没能让苍玄改变主意，因为大皇子不争气。苏媚瑶生他时又伤了身，宫里其他妃嫔一直无出，苍玄暂时没动慕容雪。大皇子刚到坤宁宫时不肯吃饭，日夜啼哭，说着要见母妃，还会骂我不安好心。父皇不会让我欺负他们母子的。苏媚瑶清楚儿子的脾性，以为苍玄心疼皇嗣，这样闹下去还是会让孩子回到他身边。没想到1个月过去了，大皇子还在坤宁宫。苏媚瑶终于坐不住，找上门来。彼时大皇子正从外面玩耍回来，听闻我们在正殿谈天，便飞快跑了进来。苏媚瑶一见到他，笑逐颜开，情不自禁张开双臂喊道：“雨儿！”大皇子脚步不停，径直朝我跑来，扑进我的怀里。苏媚瑶满眼不可置信的正在原地。苏媚瑶颤颤巍巍又喊了儿子一次，后者仍然没理他，他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匆匆告退。慕容雪后脚到，看见我和大皇子母慈子孝的场面，忍俊不禁。我让大皇子再去玩会，他欢欢喜喜的跑开了。他笑道：“某些人快要气死了吧？”苏媚瑶管教儿子时，小时一味宠溺，长大后一味逼迫，说他是父皇的长子，却忽略他正是爱玩的年纪。我道：“我不过是让他玩时好好玩，玩好了也得念书，有进步了就有奖励，他当然喜欢。”慕容雪抚摸着小腹，大皇子虽在你名下，但苍玄这段时日去苏媚瑶那里的时间也多了不少。苏媚瑶没再跟他闹，想来是哄好了，只要他们一日感情上佳，苏氏家族还是会努力给狗男人卖命。我笑了笑，与他对上视线。可是陈王的王妃2日前诞下了龙凤胎，上辈子我和慕容雪根本没能看见那一幕。苍玄毕竟是帝王，前世即便苏媚瑶成了继后，但他向来忌惮陈王，陈王才名远扬，王妃又生下象征着祥瑞的龙凤胎，苍玄不可能不急。于是当晚他来看孩子时，我无意向他提起选妃一事。帝尊膝下子嗣单薄，可江山社稷总要后继有人，民间都说多子多福，宫里的大多都是老人了，该进些新人。苍玄沉默着，没有马上同意，却也没有拒绝，他没表明态度，但留宿了我宫中。第2日，流言四起，说帝尊即将要挑选适龄仙子入宫。苏媚瑶听闻了消息，在宫中大发雷霆，砸了不少东西，情绪激动之下竟晕了过去。六郎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此生只爱我一人。我刚到苏媚瑶宫外，就听见里面传来模模糊糊的争吵声。天后，娘娘驾到！随着宫人的高声叫喝，里面的人才停止了争吵。我进去才发现，原来苍玄甚至还没能入殿里，他们在院中便吵了起来。后选秀一事，朕晚些自会去找你商议，你且先回。我面色犹豫，斟酌再三，还是开口道：“臣妾是拟了送往陈王府贺礼的帖子，一时拿捏不准，贺礼万万不能耽搁了。陈王与王妃得了一对龙凤胎，是皇家的福泽，若是耽搁了，只怕靖王以为帝尊心里头不高兴。”苍玄立刻沉了脸色，再看向苏媚瑶的眼里少了几分柔情，多了几分淡漠。他让我去宫门等他，我出去后，身边的心腹借故离开，识趣的替我去听墙头，便是有新人入宫。你也是仙妃，更是大皇子生母，朕护你疼你，朕是帝王，自有责任。只要朕心里最爱的是你和雨儿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苏媚瑶声嘶力竭，我忍着当你的妾室，看着你八抬大轿娶那个女人，又得忍着让慕容雪爬到我头上，我忍着就算了，孩子也只能是庶子。现在你还要那新人，那以后呢？也要让你别的孩子分走属于儿子的父爱吗？苍玄猛地扇了苏媚瑶一巴掌，力道颇重。他说：“是朕这些年太过骄纵你，竟然这般口无遮拦。”苍玄降了他的位分，由妃至嫔，还将他禁足。他出来时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何这么大的怒火。如今已是苏嫔的苏媚瑶抓伤了他的脖子，我扯了扯嘴角，假装没看到。人就是刀没扎进自己身体里，就不懂得肉疼。他们开始了极长时间的冷战，直到所有仙门之女都封了位分，苏媚瑶仍然没有朝苍玄低头，而苍玄也一直没有翻新人的牌子。慕容雪冷笑，看不出来呀，他还挺情深。我也没想到苍玄竟然能为了他冷落新人。我和慕容雪商议了一番，最后决定在宫里办个小宴会。宴会上，众人各展才艺，我让工人去请苍玄。得知他快要到时，我让其中一位精通音律、气质恬静的新人上前抚琴。他身上的香粉是慕容镇将军从异域得来的奇香。苍玄刚到，漫天飞舞的灵蝶便朝着那新人涌去，停留在他四周。他一时正在原地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这女子一如苏媚瑶年轻的时候，那时两人之间没有算计，没有筹谋。当晚，苍玄就翻了他的牌子，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和无数个。1个月后，苍玄已经把所有新人的牌子都翻完了，而他最宠爱的仍然是像极苏媚瑶的那名女子，如今已是柔贵人。知道柔贵人竟破例在寝殿留宿一夜，在此留宿过的，除了我和慕容雪，就只有苏媚瑶了。她终于坐不住了，端着羹汤去见苍玄，以示服软。苍玄接受了示好，恢复了他仙妃的位分。但在我和慕容雪不断送出家书后，朝中形势复杂，苍玄也没有像前世那样完全信任苏氏家族。眼看慕容雪的肚子一日比一日大，瞧着竟是双胎，我向苍玄提出要将大皇子过继到我名下。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慕容雪一向不和，我说要过继，他也能理解。慕容雪本就受宠，要是他诞下灵儿，我这膝下无子的中宫就更无法制衡了。苏媚瑶当然不愿意，哭得不能自已。孩子是臣妾怀胎10月生的，如何舍得？可苍玄这次没有站在他那边，而是答应将孩子记在我名下。苏媚瑶涨红了脸，眼珠子死死盯着我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直到陈王的一双儿女满月，在王府设宴，苍玄自然是要去的。得知大皇子要去，苏媚瑶哀求着也要一同前去，说自己难得有机会与孩子见面，苍玄才答应了他。慕容雪因身体重，待在宫里，我们早已提前做足准备。他道：“事出反常必有妖。”苏媚瑶费尽心思要去，只怕憋着坏水，她的嘴就跟开过光似的。满月宴上，众人本来其乐融融，苏媚瑶突然尖叫一声，顺着她的惨叫看去，只见大皇子满嘴是血，捂着小腹在地上不停翻滚，最后晕了过去。诊出大皇子被下了慢性毒药后，苍玄震怒，当场摔碎了酒杯。苏媚瑶扑到他脚边，哭喊道：“孩子一向由天后照顾，怎会中了毒？若非今日王府宴客单子里有与毒性相冲的食材，孩子怕是到死都悄无声息。此人用心
听之狠毒，可以想见苍玄多疑。苏媚瑶三言两句就能挑拨，她沉声道：“后你如何解释？毒不是我下的，我却确实是嫌疑最大的人。”苏媚瑶恨恨道：“娘娘虽为嫡母，到底不是生身母亲，难免疏忽。皇上，不如先让孩子回臣妾身边，让臣妾照料。”我拒绝了。苏媚瑶怒着直起身子，终是忍不住道：“若是孩子一直养在娘娘膝下，还不知有没有命长大。”四周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事情尚未查清楚，就胆敢污蔑国母，谁曾想她竟也有这样的一面。我朝身侧的大宫女使了个眼色，不久就有一名小太监被押着进到正厅。苏媚瑶看清来人后，脸色一变：“仙妃，这小太监你可还记得？在苏媚瑶宫里时，都是这小太监服侍大皇子。在苍玄答应他随同去王府的2日后，小太监突然消失不见。苏媚瑶以为自己做事悄无声息，她却忽略了柔贵人。小太监供出是仙妃，命他偷偷潜入坤宁宫，将糕点送给大皇子，且再三叮嘱，若是没吃完，也一定要拿走。这一听，大家便明白了，只是常言道虎毒不食子，没想到他为了抢回孩子，竟不惜让其以身入局。还没等苏媚瑶反应，又一个老妇人被押入正厅。这下他终于慌了，那老妇人正是他的乳娘，也是知晓他最多秘密的人。如果说只见到老妇人时，苏媚瑶尚能维持，那看见和大皇子有着5分相似的男人时，他忍不住露出惊恐之色。陈王自知大事不妙，立刻先遣散了宾客，可在座的都是人精，只消一眼，心里大概都能推测发生了何事。仙妃，这老妇人和男人你可眼熟？苏媚瑶难以置信地抬头看我，苍玄的脸色阴沉到谷底。我笑道：本宫当年嫁给帝尊前，仙妃早已伴在左右，听说仙妃与帝尊自幼青梅竹马，在庄子里一同长大，本宫听了好生羡慕。帝尊，不知这个男人你可还有印象？苍玄的母妃不受宠，她从小被送离。苏媚瑶虽是苏家嫡女，但出生时本还有个弟弟，却因为她花了太多时间，最后窒息。他们都是被抛弃的人，自幼抱团取暖。可她不知，苏媚瑶也喜欢自己的小侍卫，早有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她见苍玄势力大，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裙下之臣，但对方要委屈她为妾，她心中不忿，也没有和小侍卫断了联系。只是有了身孕后，她毫不犹豫抛弃了小侍卫。我早就受够这种苦日子了。我明明是苏家的嫡女，我嫁给苍玄没多久有了身孕，他就把人带入府。看着小腹微隆的苏媚瑶，我也恨过。最后他更是为了她亲手杀了我的孩子，不曾想他肚子里的却不是他的血脉，为了一个野种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显然苍玄也想通了很多。苏媚瑶跪在他脚边，扯着他的衣摆，一定是有人要陷害臣妾，今日的一切都是有心之人刻意安排。从前只要他一哭，苍玄什么都依他，可曾经自以为的真爱被揭穿，他又如何能忍？他一脚踹开了他，怒而吼道：贱人！回宫后，苏媚瑶彻底失宠，被废成庶人，打入冷宫。大皇子送出了宫，身份无法验证，但看模样，一半像他，一半极像那个男人。苍玄无法自欺欺人，倾注心血养了多年的孩子，根本不是皇家血脉。民间流言四起，都说大皇子不是当今圣上的血脉。苍玄气不过，将苏媚瑶送入慎刑司，受尽极刑后，痛苦的死去，急火攻心。他也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掏空了身子。后来慕容雪生了一对龙凤胎，苍玄即便政务在忙，也要去看孩子。他身子已经大不如前，怕是连他自己都没发现。每次去完那里，他回寝殿便会流鼻血，若是待上一整晚，第2日下朝后，他就会呕血不止。慕容雪抱着孩子，满眼都是兴奋，终于也让我等到今日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让我入宫为妃，给了我希望后，又叫我绝望。没多久，苍玄的身子就已是强弩之末，约莫是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，市集的人里，他只留下我和慕容雪。他握着他的手，气若游丝道：朕还记得当年你招手的模样，一转眼就已为人母。又看向我说：后你是朕千挑万选的良妻，由你和妃共同抚养二皇子，日后他定能成大器。他让我们不要再斗，好好将二皇子养大。但我爹叶南天和其父慕容震一文一武，有我们在，诸王若是想谋反，也要衡量。但他也让陈王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。见他越说越多，我们忍不住打断了他：二皇子不会继位。苍玄愣住了，不管是大皇子继位也好，诸王相争也好，都是你们苍氏的事，在与我们无关。他指着我们：你们。我打落他的手，冷声道：苍玄，自你为了那个贱人的孩子，亲手灌我喝下，剁他药时，我们的情分就断了。慕容雪不惯他的，气不过甚至动手扇了他一巴掌，还敢跟老娘提当年算我眼瞎，你还敢给我熏麝香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给我赏香炉，为了不让我怀疑，又赏了满宫上下。苏媚瑶便暗中在你赏的香炉也动了手脚，才导致他们多年无所出。你子嗣凋零，都是你活该的。苍玄瞪大了眼，气得涨红了脸。你们是我的妻妾，我和他讥笑不已。你这些话等到了下面，自个儿和他说去吧。苍玄张大了嘴，直直往后躺倒，他竟就这样被活活气死了。慕容雪临走前还往他脸上呸了一口，出足了气后，一出殿门就红了眼眶，哭着喊道：帝尊驾崩！他这边话音刚落，其父二话不说给陈王披上了黄袍，我爹握着传位圣旨站在了陈王身后。再后来6届大乱，听说苍玄的尸身都还没来得及下葬就不见了，大概被随意扔到了哪个乱葬岗吧。我和慕容雪带着2个孩子趁乱离开，我们在江南找了一个小镇落脚，等孩子都大了以后，再带着他们游山玩水，四海为家。他说上辈子死得窝囊，这一世非要好好活着，困在牢笼里的鸟儿哪里知天地广阔。我点点头赞同道：你说的对，我们在这儿看着壮丽的山景感叹。那边俩孩子忍不住催道：阿娘姨母快走啦，再晚就赶不上看打铁花了。我和他无奈对视一笑，应道：来了。